在未来，死亡是不被允许的，因为人類掌握了一種名為復活術的咒語，無需代價，只需在地上畫出對應的幾何圖案，然後念出死者信息，便可進行復活。起初，死去的科學家被爭相復活，人類科技也在短短幾年得到了跨越式發展。後來，復活術演變成權貴與中產的特權，保險公司更是將其商業化，社會徹底失控。到公元2133年，地球人口逼近500億大關，戰爭與饑荒席捲全球。為終結亂象，各國首腦被迫簽訂33公約，要求人死後必須滿50年才能被復活束縛，人口暴漲，終獲遏制。而我剛好在公約簽訂後沒多久，因意外去世。不知過去了多少年，當我終於被復活時，竟莫名來到了這座名為塔的監獄。兄弟，是我復活你的，你可還記得自己叫什麼？這什麼地方？你剛說你把我復活了，這麼說我之前死了？你不知道你是怎麼死的嗎？那你可還清楚自己之前住哪兒，都認識哪些人？這人有問題。見他一味盤問，我頓生警惕，暗自調動靈力，想憑前世元嬰期修為制服他。可嘗試運轉的瞬間，我才發現，死而復生後，我一身元嬰後期修為竟煙消雲散，此刻已與凡人無異。哎，怎麼不說話了？問你呢，你叫什麼？住哪兒？跟我說下，我好幫你核實身份，然後登記。登記？所有復活的人都要登記，然後空間站會安排工作給你，還有住的地方、吃的和水。空間站嗎？看來我正處在深海或外太空等極端環境，而且這裡採用軍事化管理，人類極可能遭遇了災難。真不好意思，我頭實在是疼得很，能不能先讓我休息下，給口水喝，等我緩過來就配合你，可以的吧？你就配合下不行嗎？你為什麼不配合呢？不對勁！我錯了，我錯了，我錯了！不要電我！被復活者鄧冰，生於2035年8月1日9時13分，出生地為東南亞，華裔。被復活者，什麼意思？這匪夷所思的一幕令我震撼莫名。目睹全過程，我有所明悟。復活術的條件有二：一是地上的幾何圖案，二是準確說出被復活者的資料。正因如此，鄧冰才不停盤問我的身份。你剛剛之所以被電，是因為沒能問出我身份，對吧？按規定，我只要沒問出你身份，就要被塔裡的機械手給電死，然後再之後就要輪到你了。輪到我？什麼意思？兄弟，別怪我呀，塔裡邊每個人都是這麼過來的。過會兒我折磨你，你也不用硬撐着。我問你，你該說就都說出來，無論是你父母還是親戚朋友，又或者你自己的經歷，該說就都說了，可聽懂了？懂了。所以你是想通過折磨我，問出我親戚朋友都叫什麼，然後再把他們也復活到這地方？嘿嘿，這地方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復活，然後折磨人，像什麼電刑啊、火燒啊，那都是每天的日常。然後等你死了，再把你復活過來，然後再折磨，永遠沒個停。這裡究竟是地獄，還是喪心病狂的恐怖實驗室？我必須想辦法逃出去。忘跟你說了，這地方是不提供吃喝的，所以來這兒的人不但要被折磨，有時候還會被活活餓死、渴死。然後再被復活，再繼續被餓着。對於他的恐嚇，我自始至終面無表情。他輕咦一聲，忍不住讚道：“兄弟，你心理素質是真可以的，就是不知道一會兒能撐久久。怎麼樣？現在可願意交代了？”我能看出來，你剛不像是裝的。你是真感覺不到疼，你這怎麼做到的？我輕笑一聲，並未言語。死而復生後，我雖修為盡失，但神魂強度仍可媲美元嬰期修士，足以憑意志力攻定。要我想，就可以永遠感受不到任何疼痛，單純的肉體傷害對我起不了作用。你这能不能教我？
求你，真求你了！只要你能教我，要我干嘛都行。你这么想学我这门法术，我猜是因为你也会跟我一样被折磨。是，这种折磨是轮换着来的。现在是我折磨你，但过个10-20年，可能就换別人折磨我了。然後這樣再過個10-20年，就又換成我折磨別的人，然後永遠沒個停。那這麼做是為了什麼呢？不清楚，我只知道這地方被叫做塔，然後所有被關進塔的人都要一直這樣被折磨。塔裡邊待得最久的人，據說已經被關了有2000多年了。2000多年，哪怕這兒的人能一直復活，但時間久了也會被逼瘋吧？是會瘋。不過瘋掉的人死後再復活，就又會恢復正常。好家伙，這復活術不僅能重塑肉身，竟還能刷新精神狀態。被復活者的意識會一直保持清醒，想瘋都瘋不掉，只能永無止境的承受苦難。對塔內的囚徒而言，活着才是大恐怖，死亡反倒成了奢求。怪不得他對無視痛苦的法門如此渴望。我還有個問題，如果復活一個人，必須要先知道他叫什麼的話，那你不知道我名字，又是怎麼復活我的？用的窮擼法。要想復活一個人，並不是一定得知道這人名字，只要你知道這人的種菊年，又或者經歷達到沒期的程度，就能借助這地上的幾何圖案把人復活了。而如果沒能復活，那我就會再換個姓氏，一直到百家姓都被試完為止。這窮舉法雖愚笨，卻確實可行。只要時間夠多，哪怕將古往今來所有人復活，也不是沒可能。不行，我不能再跟你閒聊了，不然一旦屏幕上的數值降到50%以下，我就得遭殃。什麼意思？看見沒？一旦你被我折磨，那屏幕上的數值就會上升。而我的任務正是要保證屏幕上的數值一直都維持在50%以上。如果我沒做到，我就會像之前那樣被鐵屑手給活活電死。為了能完成任務，我差不多要每天對你進行高頻負荷維持，大概15小時左右。這15生理極限很難挺過去，所以你的身體差不多每天都要進行一次系統重置。再然後就是我自己了，因為這地方不提供任何補給，所以我必須定期主動重啟循環，不然生理機能會徹底崩潰。聊到這裡，我這具身軀已是千瘡百孔，刺鼻的氣味充斥了整個房間。轉眼我就在這座塔內待了近3年。身為元嬰期大能，我自認極有耐心，3年裡每時每刻都在尋找逃脫的機會。然而別說是塔，就連這間核心囚室，我都未能離開半步，因為這3年裡塔內未曾有過任何變數，沒有暴動，沒有探監，甚至連管理人員都未與我們有過接觸。房間大門壓根沒打開過，這根本是無解之局。和往常一樣，見屏幕上的數值由56%漲至90%後，鄧斌終於停手了，差不多了。哎，說真的，兄弟，你這感覺不到疼能力是真可以。本來像你這樣受折磨的人，在塔裡幾乎每天都要過得生不如死，但死對被折磨的人來講只是種奢望。畢竟塔裡邊人會被一直復活，求死不能，永遠都得不到安息。你就不一樣了，我每天都要這樣折磨你，累得像狗一樣，你卻反倒一點事兒都沒。兄弟，我有點扛不住了，我先睡一覺了呀。還是老規矩，如果那屏幕上的數字降到了50%，而我還沒醒的話，記得一定要叫我。放心吧，你儘管睡，那屏幕我會幫你看着的，好兄弟。如此過了有3個小時左右，渾身傷痕累累的我再也堅持不住，兩眼一黑，徹底失去了意識。我死後沒多久，房間突然響起電子合成音。被復活者姓氏謝，生於1999年8月23日9時13分。經過這3年的觀察，我總結出規律，每次復活後，我都會再度被機械手臂禁錮，但它的反應需要時間，期間大約有1-2分鐘的空檔，供我自由行動，這便是我眼下唯一的機會。趁機械手臂還未行動，我迅速並指按壓周身大穴，刺激之下，儀表徑開始詭異蠕動，不斷湧出紅色霧氣。這是我在修真界奪得的一門秘術燃血大法，通過刺激穴位燃燒氣血，短時間內可獲得極強爆發力。此刻在秘術加持下，我渾身充滿力量。什麼動靜？你在幹嘛？我本想趁氣血未盡衝到遠處觀察，可還沒行動，數名手持圓球的守衛已從前後包夾過來。憑敏銳的五感，我清楚看到這些守衛跑動時胸口毫無起伏，仿佛根本不需要呼吸。這些守衛不是人類。
被复活者，姓氏谢，生于1999年2月23日1時13分。刚刚你怎么跑出去的？这座塔里边的守卫有问题。你连这都看出来了？怎么？这秘密你早就知道？也不算是什么秘密吧，我也是听人说的。这座监狱里的守卫其實都不是人，不過因為跟人長得太像了，所以我們私底下都會把那些守衛叫做偉人。偉人嗎？那些偉人拿的武器是種能發出紅光的球，你可認得那是什麼？應該是未來的科技吧。你是出生在1999年的，而我是2035年生的，我們兩個生日其實也沒差多少年。所以那種武器如果你不認識，那我肯定也是認不出來的。我心中暗自估算，單看那紅光的速度與威力，我至少需有築基期實力才能抗衡。但在這裡，我幾乎每天死一次，死後修為散盡，根本沒法苟着修行發育，想逃不掉，發育行不通，我只覺一陣心累。你可清楚你在這監獄裡邊待了多久？按規定，這監獄裡是每10到20年輪換一次，那我就按每輪15年來算吧。從我復活之後開始，我應該是被折磨過總共6次。至於我折磨別人，不算上你這回，總共是5次，加一塊就是11次，也就是總共165年。那在這165年裡，你可見過有人能從塔裡活着出去的？沒有，而且別說是真正跑出去了，就連理論上的方案都沒人提出來過。我已經在塔裡待了有11輪了，也就是說我一共接觸過11名獄友，然後這些獄友又接觸過無數的人，我們這麼多人，肯定是都希望能逃出塔的。但就這個問題，我即便和別人討論了無數次，也還是討論不出個結果。反正我覺得，光靠我們這些被關在塔裡邊的囚犯是不可能逃出去的。要想越獄，就必須要塔外面的人類配合才行。我覺得希望不大。畢竟你之前都說了，有人在這塔裡當了超過2000多年，所以如果外邊真有人類，不至於這麼久了還一點動靜都沒。確實，塔裡其他人也都這麼想的。他們都覺得塔外面的人應該都已經死完了，比如因為戰爭搞得地球環境不適合生存，哪怕有復活術，人類也沒法再繼續活下去。待在這塔監獄實在是太難熬了，尤其是在知道自己沒辦法逃跑的情況下，所以我打算把自己意識抹，說簡單點兒，就是讓自己腦死亡，變成植物人。這麼一來，哪怕我要在塔裡待上幾十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時間，也不過是彈指一揮間而已。你能抹掉自己意識？怎麼抹的？你可以理解成精神力。我精神力天生就比普通人強很多很多，所以我能輕易就封閉自己五感，讓自己感覺不到疼。然後我也能做到主動抹掉自己意識，讓自己變成腦死亡狀態。當然了，這種狀態肯定是不可逆的，所以相當於自殺。但問題是不還有復活術在嗎？所以我哪怕腦死亡了也不算是什麼大問題。既然你這能力是天生的，那是不是就表示我學不來？所以說我才一直都沒把這能力交給你，不是我不願意，是真沒法子交。我擔心我腦死亡之後，塔監獄裡會突然發生變種，比如外面的人類來營救我們，為了能抓住機會逃走，到時候你一定要記得把我給殺了，這樣我就能死而復生，然後恢復意識了。與其等外面的人來營救我們，倒不如祈禱地球早點爆炸，這樣我們也一樣能解脫。我只是舉個例子，這種機會不一定就必須是外面的人來救我，也可以是塔監獄內出了某種變故，又或者發生了地震之類的天災，把塔給毀了。雖然這種幾率很小，但萬一呢，對吧？然後作為回報，如果未來某一天我們真從這塔裡逃出去了，我會傳授你修行法門，讓你能通過修行成為仙人，就是能飛天遁地的那種。仙人？你被復活前到底是幹嘛的？那行，我答應你，一旦塔發生變故，我就會在第一時間把你殺了。不過你也別忘了你承諾的。必不會忘。言罷閉上雙眼，不再多言。待靜心凝神，我開始試着神魂離體。這是化神期修士的神通，我強行施展只會導致神魂潰散。通俗點說，就是腦死亡。但這本是壞事，在塔裡反倒成了躲避折磨的手段。在鄧斌注視下，抽離神魂的我突然頭一歪，沒了動靜。兄弟，這法子真是卡 bug 了，屬於是。在神魂離體幫助下，我不知不覺在塔裡又度過了10多年。這一日復活後，我發現屏幕上竟多出一串倒計時，6小時32分17秒。喂，醒一下！啊？什麼？完了，我們時間到了，要開始下個輪迴了。下個輪迴，意思是換成我來折磨你嗎？不過不是折磨我，到了下個輪迴，塔會安排你去折磨別人。至於我，塔會安排我去別的房間受折磨。兄弟，你是絕大多數人，雖然精神狀態會被刷新，但關久了心裡都有點問題。尤其是那些被關了幾百上百年的，反正就是很 BT。如果我負責折磨那無所謂，但問題是下個輪迴我是受折磨的。有件事我一直想問，我剛來時
你曾拐彎抹角打聽我親戚朋友，如果我說了，會發生什麼？當然是獎勵了。每次輪回，塔會給囚犯們一段自由行動的時間，去復活從未在塔中出現過的人。復活成功就能得到獎勵，比如在这个輪回中多待1-2年，或者給點食物水，甚至是直接分個女的到你房間。想想你幾十年沒吃沒喝，突然來上一口。趁着最後的一點時間，我們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聊。很快，倒計時只剩最後30分鐘，一直強裝鎮定的鄧兵終於崩潰大哭。兄弟，我是真不想再這樣了，20年了，下個輪回我要受將近20年的折磨，我是真想死啊，做夢都想。講真的，兄弟，認真問你一句，你覺得你有可能從這塔逃出去嗎？也許能吧。那你一定要記着，我求你記着，我叫鄧兵，乒乓球的兵，出生在2035年的8月1日9時13分。你如果哪天真逃出去了，求你一定復活我，我給你當牛做馬，哪怕永遠當奴隸都行。很快，倒計時歸零，房間溫度急劇升高，我們體表滲出汗水，繼而被灼傷，直至徹底燃燒起來。被復活者姓氏謝，生於1999年2月23日1時13分。伴隨熟悉的合成音，我再次恢復意識，環顧四周，鄧兵已不見蹤影。屏幕上的倒計時變成了一大串提示，左側是人類所有姓氏，右側是出生年月。很明顯，他是想讓我用窮舉法排列組合復活人類。我無意復活他人，始終未做出任何舉動。不知過了多久，屏幕突然關閉，房間響起合成音。被復活者李星，生於1980年8月13日9時0分，出生地亞洲，華夏人。這一次，幾何圖案上並未有人復活，合成音無視了我，一遍又一遍地重複着李修的名字和出生年月。39、8、14，快了，快了！你在記這些數？我怕你把那些數字都抹掉，所以就一直在抓緊時間記。問題是我並沒像你說的那樣做，這說明你應該才剛來塔沒多久，心理狀態還是相對較健康的。這一點從你跟我說話的語氣、神態還有態度上都能看出來。所以你記這些數有什麼用？算是怪癖吧。我天生就對數字比較敏感，在被折磨的時候，為了能讓時間過得快一點，我會用數數的法子來轉移注意力。真只是因為怪癖嗎？你還不動手嗎？再不折磨我，那些機械手就要電你了。我不予回應，仍盯着地上的數字，試圖揣摩其中奧秘。這無所謂的態度令李修疑惑。在李修的注視下，無數機械手將我按倒在地，迅速釋放電流。電流雖不大，卻能讓人死前飽受折磨。李修本以為我會慘叫求饒，但令他意外的是，我自始至終面無表情，仿佛無事發生。直到被活活電死，我都未發出一聲慘叫，連眉頭都未曾皺過。受了電刑，屏幕數只有49%，漲至70%。合成音響起。被復活者姓氏謝，生於1999年2月23日1時13分。你感覺不到疼嗎？是怎麼做到的？你之前寫的那一連串數字，到底什麼作用？一開始我怕你那心理健康的狀態是裝出來的，所以沒敢跟你鬥底。但現在我放心了，你心裡確實沒任何問題。不管是你說話的語氣、神態，還是你那感覺不到疼的能力，這些都可以證明。所以呢？所以我打算跟你合作。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經猜出來了，其實我之前記的那些數字，是我來塔監獄的具體時間，準確到秒的那種。果然和我想的一樣，你之前共寫了6組數字。如果是記錄時間的話，那麼這些數字對應的剛好就是年、月、日，還有時、分和秒。不錯，根據我總結出來的規律，塔監獄裡的每次輪迴，其間隔時長永遠都是固定不變動的，又或者說，這一時長永遠早到20年之間變動。
且只會在11年、12年、19年或20年，但絕對不可能是11年有3個月這樣的數，能聽懂嗎？懂，你繼續。有這些條件之後，再去推下次輪迴開始的時間就很簡單了。比如我剛寫的數字是39、8、15、14、22、50，那麼相對應的，我們這次輪迴開始的時間就是39年8月15日14時22分50秒。假設我們這次輪迴前後總共間隔有15年，那麼下次輪迴開始時間就很容易推出來了，也即54年8月15日14時22分50。所以你費這麼大勁記輪迴時間，到底有什麼用？如果我說我能靠着一時間從塔监獄裡邊逃出去，你信嗎？你打算怎麼逃？我仔細打量他，想看出他有何倚仗。不用多想，我就是普通人一个。如果硬要說有什麼特別的，可能就是腦子比普通人聰明吧。倒是你為什麼會感覺不到疼呢？天生的嗎？還是說用了某種特別的法子？你放心，不管你跟我說了什麼，他的管理層都不可能聽得見。什麼意思？哼，塔監獄裡的那些偉人，你可聽說過？聽過，怎麼了？偉人和人類最大的區別，就是他們不具有情緒這一特質。除此之外，他們不管做任何事，都只能按提前定好的規章制度辦事，就好像是機器人。打個比方吧，如果我們這房間外邊剛好有偉人經過，然後剛好聽到了我們說話，甚至聽到了我們打算越獄，那他也還是拿我們沒任何辦法。因為塔內的規章制度裡並沒寫遇到此類情況該怎麼做。懂了。那要照你這麼說，塔裡的那些偉人不就是一群機器嗎？那倒不是，他們算真正的人類，又或者說他們算是真正的生物。在以前，很多人也覺得偉人是機器人，但後來有人意外抓了一只偉人並解剖了它，發現他們的身體構造和人類可以說是一模一樣，相似度有99.9%，就只有大腦和人類有那麼一點點不一樣。我就伟人一事同李修閒聊許久，不時旁敲側擊他如何越獄，但他尚未完全信任我，始終不願透露關鍵。來日方長，共處一室，他有任何風吹草動，我都能第一時間知曉，便不急於一時。自我們成為獄友，轉眼近1年，這次輪迴我雖負責折磨，卻從未主動對他動手。不是我聖母，而是要完成任務，每天需折磨他15小時以上，比996還熬人。反正感覺不到疼，我寧願被機械手臂電死來維持數值，也懶得費那功夫。李修對此無比感激。相處1年後，他總算徹底信任我，將計劃如實相告。你聽說過空間站嗎？空間站，就是飛在外空的那種載人航天器。對，不過我說的空間站要遠比你想象的大得多，那上面有很多從塔監獄逃出來的人。所以你是想逃到空間站去？對。怎麼逃？自殺，然後復活過去嗎？聰明，畢竟別說我們都被關在塔監獄裡了，就算沒被關在這兒，我們也不可能去得了外太空。所以最簡單直接的越獄法子就是自殺，然後等空間站的人將我們復活。所以與其說是我們在越獄，倒不如說是空間站在和塔監獄搶人。我懂你意思了，但問題是塔監獄裡的電子合成音會在我們死的第一時間裡就將我們復活，而空間站的人則不清楚我們什麼時候會死。如果安排一個人24小時不停念我們的名字，還有我們出生日月日的話，倒也不是不能將我們復活，但這樣做的成本也太大了。畢竟整個地球上遠不止我們2個，古往今來的人類加一塊兒，少說也有數千億之多吧。你說的一點兒也不錯，空間站的復活工廠不可能完美照顧到一個人，所以就只能採取不停輪換、碰運氣的法子去復活人。說的再具體點，空間站會安排一小部分人，從公元1900年1月1日0時0分開始，按照百家姓的順序，依次往後嘗試復活死去的人，基本和塔監獄裡用的窮舉法差不了多少。然後當空間站剛好念到你名字，然後你在這瞬間又剛好死在塔監獄時，你就有概率能在空間站被復活了。只不過這個概率很小很小，你每次死亡都有大約幾十萬分之一的幾率能在空間站復活。因為概率實在太小，所以運氣不好的人可能在塔監獄裡被關個上千年，都不一定能去往空間站一次。既然概率才幾十萬分之一，那正常死亡應該很難去那兒的。所以你計劃是什麼？我剛說過，空間站復活是有順序的，他們會從公元1900年的第1分鐘開始，按百家姓順序一點點往後試。所以我們只要在剛好念到名字時主動自殺，就能100%復活在空間站了。卡時間嗎？你這法子不太現實吧？要把時間卡好，你就要知道空间站什麼時候開始復活人的。但你怎麼知道呢？哼，
這還不簡單？你以為1年前我剛復活時在那兒拼命记時间是為什麼？你從那时就開始計劃去空間站了？我復活的準確時間應該是6139年8月15日14時22分50秒。塔的電子顯示屏會按每36分鐘下降1%的速度降低，這樣很容易算出數值從70%降到50%，剛好要整整12個小時。電子演示屏就相當於是我們的時鐘，只要有它在，就能算出現在的準確時間。但復活畢竟不是機器操作，你之前也說是人工負責，那時間就不可能100%精確，有人念得快，有人念得慢。這種情況下，你怎麼保證死的時候對方剛好念到你名字？人工操作會有誤差，這確實是個問題。不過空間站不養閒人，管理層有規定，負責復活的人每分必須念出10個人名和生卒年，不能多也不能少。這樣雖有誤差，但降到了可接受範圍內。空間站总共安排了10080人，分2班輪替，百家姓共504個，按每人每分鐘10個名字的速度，從190年念到2133年，需要花費約2.33年，也就是2年又4個月，這不算長。哪怕因為誤差我們在這次沒能成功，只要再等2年又4個月，就能有下一次機會。厲害。話說，為什麼空間站只復活1900年到2133年之間出生的人呢？是因為人手不夠嗎？這只是一小部分原因，最主要的是1900年前出生的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对高科技的接受度不高，把他们复活到空间站很容易出問題。行吧，還有最後一個問題，同時也是你計劃裡最關鍵的，百家姓的順序你可還記得？你姓李，趙錢孫李排第4，但我姓謝，排第幾位？如果排名靠後，我還真不一定記清。但謝嘛，孔曹嚴華、精衛陶姜，然後是七謝鄒豫。如果沒記錯，你的姓氏排第34位。知道了百家姓排名、電子顯示屏計時的規律、空間站每輪復活所需時間，再加上我復活時的準確時間節點，把這些湊一起計算，就能知道空間站什麼時候念到我們的名字了。理論上確實能精確計算，但你這法子行倒是行，但計算量也未免太大了。我們1沒計算器，2沒紙本，直接硬算真不會出錯嗎？現在的準確時間是6140年9月17日13時00分50秒，而我復活的時間是40年12月31日1時01分，誤差無法精確到秒。至於你會在41年2月15日1時06分被念到名字，同樣因為誤差無法精確到秒。修仙無法提高智力，我重活30近千年，見過形形色色的人，但在李修面前卻難免相形見絀。他情商或許不高，但智力絕對是不折不扣的天才。厲害，你這計算能力，我是真的服。等待期間，我又向他打听了空間站的情報。那名為天宮的空間站由华夏人於2022年建造。我在2025年穿越到修真界，對他略有耳聞。這是我那個年代，他僅110平米，常住3人。想不到4000多年後，已發展成了可容納數十萬人的巨型太空城市。至於他是如何發展、如何同他搶奪人口的，李修並不清楚。他智商極高，情商卻低，在空間站僅勉強算個中層，接觸不到隱秘。時間轉眼來到公元6140年12月31日00時01分，距離空間站念出李修的信息僅剩剛好1小時。我已提前從暗格取出工具，確保能第一時間幫他結束生命。我教你的通過電子顯示屏計時的法子，你可都學會了？我讀書的時候，數學成績還是可以的，這點計算量我沒問題。那好，最後還有一點你一定要記着，那就是天宮空間站裡邊很可能會有被塔監獄收買的人，也就是內鬼。為了拿到塔監獄獎勵，內鬼會想盡一切辦法去弄死像你跟我這樣在某方面很突出的人。然後除了內鬼怪之外，空間站裡邊還有別的很多牛鬼蛇神，所以你到了空間站之後一定要盡量低調點。行，多謝提醒。1、2、3，快殺我！好。被复活者李修，生於1980年3月13日9時00。快，再來，殺我！難道法子行不通？快，繼續殺我！殺我！成了嗎？
何成英連續2天反复念叨李修的信息，但任凭他重複多少遍，圖案上始終不見他的身影。我終於確認他越獄成功了，這方法可行。正如李修所說，偉人做事不懂變通。他走後，他並未給我分配新獄友，一切照舊。被复活者姓氏谢，生于1999年8月23日1時13分。這次終於成功，我的魂魄好似受到牽引般不斷緩慢上升。過程中，我看清了這座監獄的全貌。它確如其名，是一座數百層高的塔，每一層都被分出上千個合金房間，裡面的人慘叫扭曲，承受着無盡的痛苦。粗略算去，房間不下數十萬之多。當魂魄繼續上升，離開塔俯瞰大地時，我竟看到了駭人的絕望真相。放眼望去，地表上密密麻麻佇立着無數座高塔，其數量之多，足以將全人類都關入其中。我叫謝深，經過不懈努力，我終於暫時成功逃離了地獄。被復活者姓氏謝，生於1999年2月23日1時13分。別碰我！滾開！你們這些魔鬼啊！你冷靜下，冷靜下，你現在已經不在塔監獄了，都結束了。你好，歡迎來到天宮空間站，我是負責接待的心理醫生楊思。你是第一次被復活嗎？現在已經不是21或22世紀了，而是4000多年之後。今天是公元6141年的2月15日。我不是第一次被復活。來空間站之前，我在塔監獄裡待過一段時間。怎麼可能？你在塔裡待過，情緒還能這麼穩定？你這樣子，我一點都看不出被虐待過。該不會你復活到塔沒多久就被復活到空間站了吧？我不確定，我在塔裡待了將近20年吧，這算久的嗎？20年？你在塔裡待了整整1個輪迴，居然還能表現這麼正常。我在空間站當了2年多心理醫生，見過很多從塔裡出來的人，其中近9%都需要接受心理治療才能慢慢恢復，但你好像沒那必要。為驗證真偽，他又向我詢問了塔內的諸多細節，我皆對答如流，證明了我的確在塔裡待過很長時間。你這心理素質是真的可以。按空間站規定，像你這類人是能得到優待的。優待？對啊，所有被復活到空間站的人都要先進行心理評估，得分越高，分配到的工作崗位就越好。相反，如果得分太低，空間站會直接先關起來觀察一段時間。根據你目前的心理狀態，我給你打的評分是 S， 沒問題吧？ S 的評價分是最高的嗎？那當然，接受了。那好，接下來開始登記名字。登記前我要先跟你說下，一個人的名字是可以不只有一個的。比如你生下來叫小紅，長大後改名叫小白，那這2個都會斷作你的名字。無論塔還是空間站，叫哪個復活術都會生效。所以哪怕你報假名或數字編號，都會被默認成真名。能懂我意思嗎？所以我建議你直接說真名。話說到這份上，我自然不會用假名。我全名叫謝深。謝深是吧？可有特長？比如復活前一直做什麼工作？我30為人活了近1000年，但在地球上只待了不到24年。24歲大學剛畢業就穿越到了修真界，所以在地球上壓根沒做過正經工作。至於修真界的事，總不能跟他說我是個修仙的吧？我在被復活前曾做過草藥培育方面的工作，各種動植物的藥流性基本都能說出1、2。你會搞種植？那我在檔案上寫種植，沒問題吧？提醒你下，在空間站裡搞種植還是有點難的。如果你工作時什麼都不會，到時候再想換就麻煩了。寫吧。修真6義丹、氣、鎮、符、植、受種，我最精通的便是灵植培育，修習此道近1000年，這類工作我完全可以勝任。由於天宮空間站嚴重超載，像我這樣的新人只能住在不到4平米的膠囊房間，他們如蜂窩般密密麻麻地鑲嵌在金屬立方體中，下方有食堂、公共廁所以及洗浴區。行了，我已經把你指紋錄進系統了。在空間站，日常消費用的都是積分制，不管幹什麼幾乎都會消耗積分，比如吃飯、喝水、洗澡、上廁所。上廁所也要？這麼誇張的嗎？
你以為呢？排出的尿液需經污水處理系統轉變成純淨水，這是要消耗資源的，甚至連你呼吸也同樣要消耗資源。空間站需處理二氧化碳甚至甲烷，還得供氧。這兒是外太空，所以就算你不吃不喝什麼都不做，也會一點點扣積分，直到歸零。那要是積分歸零了，會發生什麼？會被流放，就是把你送去強行注銷，再然後不出意外，要不了多久你就會復活到塔監獄裡邊了。到那時想再回來，就得純碰運氣，運氣好幾十年，運氣不好幾百年上千年。當然你也不用太擔心，空間站允許每個人透支最多10000點積分當做緩衝，只要按時連本带利還上就沒事。當然日常消費很低，普通人工作1天賺的積分最少也能在這兒待5天，節省點的話工作1天夠待10天以上。待遇居然這麼好，但我這一路上碰到的人好像都在拼命工作，也没看到哪個偷懶啊。那是因為積分除了日常消費，還能用來讓空間站復活自己。假如你存了近100萬積分，此時空間站就會以每秒1點積分消耗速度，讓人日夜不停念你名字去復活你，直到被復活或積分耗完為止。簡單來講，你死的時候存的積分越多，被空間站復活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這兒的人才會個個拼了命的工作，哪怕沒人逼他們。畢竟待在塔監獄裡邊，那折磨可不是誰都受得了的。懂了，多謝告知了。不用謝，我也就是看你長得不錯，氣場也夠硬，才跟你說這麼多。你要是也喜歡我，記得聯繫我，我已經加你個人終端好友了。空間站的妹子都這麼開放，還是我三觀跟不上時代了？身為元嬰期大能轉世，我在修真界見慣了形形色色的女人，其中不乏主動倒貼者，所以內心並無波動。我只想盡快熟悉環境，找機會重新踏上修行之路。有了實力，才能掌握話語權，這才是立身之本。修士閉關需尋靈氣充沛之地，布局靈陣，但空間站靈氣稀薄到可忽略不計，布陣肯定行不通。環境所限，我能想到的修行之法只有2種：其一，從種植的花草樹木中尋找可入藥的靈草靈植，煉制丹藥突破，但這需丹爐和丹火，在這兒不知能不能搞到，這條路有些難走。其二，走邪修的路子，以活人為炉鼎煉制大藥，但不用想也知道，空間站内必定处處监控，一旦出格就會被抓。要走此路，得先征得管理層同意。此路不難，但是危險。第二天我早早起床，跟着楊思去了基地的綠植區。按規定，新人初到空間站会有接待員引導起居，並科普常識。楊思正是我的接待員。你昨晚幹嘛了？發那麼多消息怎麼不回？我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應該會很忙，不太想約會。裝，跟我裝是吧？你這種人我見太多了，很多21、22世紀出生的人剛來時都喜歡端着架子，不過時間一久，基本就放得開了。說真的，你覺得我今天穿的好看嗎？要不今晚去我那兒，我還有別的衣服穿給你看。我是真沒開玩笑，你真想約我，以後吧，好意心領了。好吧。這種綠植區在空間站有很多，主要是淨化二氧化碳並釋放氧氣。二氧化碳密度大，易沉底，所以綠植區基本在最底層。這裡還種了小麥、甜椒、生菜和藻類，一半的地方都在養藻。再就是利用植物蒸騰作用淨化污水，雖然效率低，但能節約成本。處理不完的再去蒸餾成純淨水。工作區配有公共終端，新人需考試及格才能入職。錄好了。你準備好隨時開始。直接開始吧。我看你檔案之前搞過種植是吧？略知一二。那好，看你身後那兒種着一盆水草对吧？看見了。一棵水草叫什麼？我不知道這水草叫什麼。不過，我在草木培育方面有特殊天賦，雖叫不出名字，但一眼就能認出它的作用。那行，你說下它具體有什麼用？如果沒猜錯，這水草有止血消炎之功效，味淡，性涼，可入藥和食用，但味道不好，且不宜多吃，尤其是體弱宫寒的女性，食之有大害。你以前是不是見過這種水草？應該見過。它常見於河流、水溝和池塘附近，不算稀有品種。好，不錯，
你身後這種水草叫金魚藻，名字裡雖有個藻字，但並不是藻類，而是一種被子植物。我記着了。负責入职考核的黑影是空间站管理层，他们办事一向雷厉风行，说話直來直去，尤其對底層，此刻能耐心解釋金魚藻絕對是罕見之事。你看金魚藻左手方向是不是有堆長着7個葉子的植物？這我認識，這是種草藥，叫3七，跟金魚藻剛好相反，性溫且味甘，有補氣活血滑瘀之功效，嚼的時候會有一絲絲苦味。不錯，不錯，你叫謝申是吧？是。你通過了。以後你就是031號綠植區負責人了，有什麼不懂的多問多學，知道吧？我記住了。那就這樣吧。我去，你真可以啊！居然剛入職就成了負責人。你可知道負責人一天能拿多少積分？多少？我在復活區當心理醫生兼接待員，這已經算很好的工作了。一天也就拿200左右，加班稍微高點。你就不一樣了，你是負責管其他人的，不存在加班、遲到甚至不來積分照拿。我聽說負責人一天能有1000左右的積分。1000嗎？我並不在意積分，這無非是換取物資的貨幣。我更看重的是這裡的植物。早在考核開始前，我就將大廳裡的植物掃了一遍，憑着老道的眼光，很快發現有一種不知名藻類，以及一種紅黃相間的藥草，帶有少量靈力，雖然不多，但對尚未邁過修行門檻的我來說綽綽有餘。僅吸收這些靈力，我就有十足把握突破至煉氣初期。我已迫不及待想要吸收，只是礙於楊思在場不方便動手。成為負責人後，他對我愈發熱情，好不容易將他送走，正打算動手時，區裡的人陸陸續續到場。身為第一天上任的負責人，難免又是一番應酬。等忙完瑣事，已是傍晚。空間站為克服地心引力，繞地球做同步匀速圓周運動，所以也有日夜之分。臨近黃昏，見人都下班離開，我忙湊到那些蘊含靈力的藻類前，我默默運轉前世所學的洪荒吞天訣，開始緩慢吸收靈力。在修真界，煉氣和築基期的功法大同小異，這功法也就是名字響亮，實際並無太大區別。隨着靈力不斷匯聚，我子府中很快凝聚出一枚雞蛋大小的氣團。尋常修士需花個10天半月甚至數月，但我身為元嬰期大能轉世，重走老路自然一蹴而就。就在我打算一舉突破至煉氣初期時，入口處突然響起一個聲音。請問您是叫謝申嗎？是我。怎麼了？我是分離會的人，來找你是想邀請你加入我們，不知道你有興趣沒？分離會？沒聽說過，我不感興趣。我想告訴你的是，空間站的高層其實早就墮落了，他們根本沒想過要回地球。還有像我們普通人不拼命攢積分，死後大概率會被復活到塔監獄。但高層不需要，哪怕什麼都不做，死後也照樣能在空間站復活，而且他們吃喝都是最頂級的。所以時間一久，他們就只想着維持現狀，不想改变這一切。很多人其實不知道，整個空間站分成了上中下共3層，像我們這樣的普通人只能待在第3層，每天拼命工作攢積分，為的只是死後能被復活。第2層則是負責復活工作的，生活條件要好許多，且有優先復活權，死之後排在第1順位。那第1層呢？不知道。第1層的人幾乎沒露過面，溝通時也會用馬賽克遮住臉，所以我們一直懷疑第1層藏着秘密。誠如他所言，之前負責考核我的黑影就一直在用馬賽克遮臉，那些高層確實有問題，我暗自記在心裡。其實你被復活的那天，我們就在關注你了。正常來講，大部分人做心理評估頂多拿 B 到 C， 只有極少數能拿 A。至於 S 級，那就只有從未去過塔監獄的人才能拿到。去過塔監獄還能拿到 S 的，你是第1個，所以我們分離會很重你。我現在正式代表分離會邀請你加入我們，不知道你有沒有興趣？給我點時間吧，總不能你們現在說什麼我就信什麼。合理，你初來乍到是需要時間了解情況。我這次過來不是非要你加入，就是單純想先接觸下，沒惡意。你不急着回復，不管加不加入都不要緊。順帶再給你說個有用的情報，你說不出意外，明晚高層會向第3層生活區投放吉斯水母，以此制造規模化騷亂，進行系統清理。吉斯水母什麼東西？某種變異實體嗎？是的，高層這麼做是想通過這種方式來削減負害。哼，那倒不是，想降低人口，直接少復活些人不就行了？高層這麼做主要是為了讓所有人意識到空間站是有危險的，保不準哪天就會死於意外。這麼一來，為了能死後復活，
所有人自然就都会拼了命去工作。你说的那几次水母具体什麼樣的？要怎麼才能避開？體型很大，會飛，半透明的，能無視障礙物穿過地形，所以躲在房間裡面是擋不住的。然後尾巴上全是刺，有毒，人被蟄了基本跑不了幾步就會昏倒。我知道的應該就這些了。行，我記住了。我就有個問題，你就只在臉上蒙了塊黑布來找我，不怕被監控看到嗎？這你放心，空間站功能靠太陽帆發電，用鋰用氣電池蓄能，這技術比較老，占用空間大且會自動放電，加上人口越來越多，電力其實不怎麼夠用。為節約能耗，空間站晚上會把工作區的電力都端掉，包括監控，只有生活區的監控才會24小時開着，所以你才特意在晚上來工作區找我。見天色已晚，西裝南環10左右，確定附近無人後，緊了緊黑布，作勢欲離。那就先聊到這兒吧，我走了。你怎麼在這兒？我發消息看你沒回，就直接來找你了。一直等不到人，困得不行，就在你床上睡了。不好意思啊。這倒無所謂，關鍵你怎麼進來的？這不是我房間嗎？你房間密碼是我幫你弄的，你忘了嗎？不就跟我擠一晚吧，不懂你有什麼不好意思的。你就是太裝矜持。或許對相貌有信心，他覺得我只是假裝矜持，隨口抱怨後便開始動手退衣，可我卻一心惦記着兜裡的藥草。靈草摘下後，靈力會逐漸消散，得抓緊時間吸收。綠植區靈草有限，我不想浪費，正打算出聲拒絕，還沒開口，生活區內突然響起陣陣電流聲，大廳燈光不斷閃爍。壞了壞了，這是電郵！估計是那些怪物又跑生活區來了。每次有怪物入侵，空间站都会出现电邮。怪物吗？想不到来這麼快。知道今晚有怪物要來。不是今晚，那人說的準確時間是明晚，想不到提前了。你要幹嘛？有怪物，你這時候往外跑不是找死？今晚可能是吉次水母，如果是他，躲房間裡應該沒用吧？他是個特例，能穿牆。你確定是他？不確定，提供情報的人不是很可信。那我們就在門口站着。如果是他，我們第一時間逃；如果不是，就把門關了，躲房間裡。还真是急震水母。走啊！这些怪物，你可知哪来的？不清楚，可能是外太空吧。自从空间站建成后没多久，他们就開始出現了，一直到現在都沒人想到怎麼對付。空間站裡應該有很多高科技武器吧，比如能放激光那種。沒用，那些水母就像不存在一樣，無論什麼武器都沒法碰到它，除了人。不用武器，人類怎麼可能對付得了怪物？所以啊，每次他們出現，高層都只能乾看着，等他們吃飽自己走。
也不知道為什麼，自擊刺水母事件後，楊思便老實了許多，雖常來找我，卻不再提過分的要求。這樣也好，我樂得清閒，將更多時間花在修行上。轉眼近半個月過去，我白天在綠植區吸收靈草靈芝的靈力，晚上偷偷帶1-2株回房煉化。雖然蘊含靈力不多，但練氣期修行只是水磨功夫。半個月後，我順利突破至練氣中期。傍晚下班時間剛到，楊思主動湊了過來，他一眼看出我的變化。我去，你化妝了？怎麼可能？你什麼時候見過我化妝？那你皮膚怎麼突然變這麼好，好像塗過東西一樣？怎麼樣，是不是更喜歡我了？確實更喜歡了。以前只覺得你稍微有點好看，但現在我是真覺得你帥。不好意思啊，打擾下。那个，你女朋友，你先回去吧，我有點事處理。你果然跟別人不一樣。及時水母出現那晚，你帶你女朋友從那麼高的地方跳下來，居然一點事都沒。你們在監視我？沒有沒有，那晚你從那麼高跳下來，我們有人注意到，不是很正常嗎？很好，下次別注意了。不用這麼警惕我吧，我們又沒什麼矛盾衝突。你之前給的時間有問題，你說的是第2天晚上，結果當天晚上水母就來了。有誤差很正常，我們又不是神，能了解的情報不一定100%準確。不知道你聽沒聽說過機械動力裝甲？我們最近搞到一套最新型號 C21號裝甲，不過對穿戴者要求高，需精神力特別強才能操作。我們找了很多人打算培養，就包括你。機甲嗎？那裝甲速度力量具體能到什麼程度？速度肯定快不起來，論反應力和瞬間加速度，生物體永遠比機器快得多。它的優勢在防禦和破壞力，據說 C1 最大推力有10噸往上，相當於5輛 SUV 轎車。那續航呢？全功率能撐1小時左右，待機至少半個月往上。除了動力專家，我們還有會做機械改造的人。你要是有興趣，我可以推薦你去當改造人。機械改造？我剛說了，動力盔甲反應力比不過生物體，但機械改造不一樣，把人改造成半生物半機械體，就能兼具生兔體的反應力和裝甲的力量、防禦力。除了幻痛，基本沒缺點。幻痛又是什麼？改造後身體缺失的部位會感覺到莫名其妙的疼，這不是實質疼痛，是大腦產生的幻覺，是改造人很常見的後遺症。其實後遺症也算不上什麼大問題。被改造成半機械人後，如果你想反悔，只需要身體恢復出廠設置就行了。畢竟我們還能被復活術復活嘛。單從他的描述來看，改造人和機甲的戰鬥力，撐死也就相當於築基後期修士，若加上各種高科技武器，或許能跟金丹初期修士扳一扳手腕，但上限也就這樣了，更別說還要忍受幻痛折磨。鑑於此，我並未表現出太多興趣，應付幾句後，轉而問道：順帶打聽下，你們可知道哪兒能弄到符神、大忌和消食？修行之路的第一大關，便是從練氣後期突破至築基期的瓶頸。除非是天資卓絕之輩，且有大氣運在身，否則非得借助外物不可。比如築基丹，修真接近90%以上的修士都是靠它突破。此丹珍貴無比，且極難煉制。前世我曾花時間研究，成功煉制無數，丹方至今熟記於心。煉制所需靈草，大部分已在綠植區尋到或有替代品，唯有符神和大忌對年份和靈氣要求極高，根本無法替代。無奈之下，我才向他求助。符神和大忌嗎？你要的消食倒是好弄，只要願意花積分，在黑市上應該就能買到。黑市？哼，賺點外快嘛，很正常。就好比你是管靈植區的，有人剛好想要裡邊種的植物，然後你又剛好想多賺點積分，這你情我願的，買賣不就成了嗎？懂了。那你說的黑市要到哪兒才能找到呢？沒固定的地方，嚴格來講，只要是有人交易的地方，就都能算是黑市。畢竟私下裡交易是被空間站嚴令禁止的，所以不能搞得太明目張膽。了解。那符神和大葵呢？你說的符神和大葵應該是中藥吧？在空間站，除了極少數比較珍貴的植物會被種在第1層外，其餘大部分植物都在第3層的綠植區。然後你又是專門管綠植區的，所以如果連你都沒的話，那去別的地方應該就更買不到了。那你們分離會的人可以幫忙去到第1層看看嗎？如果能搞到上年份的符神和大喬，我可以出積分買下來。
又或者給你們別的好處，能幫肯定是要幫你的，但想去第一層，難度實在太大了。我們會裡身份地位最高的人，也就只是在第2層做事，第1層的人我們根本就接觸不到，想混進去真太難了。不過嘛，我倒是另外有個法子，說不定能幫到你，關鍵看你願不願意了。你先說下什麼法子？虽然说空間站的氧气、食物和水这些都能用太陽能做到自循環，但說是自循環，其實並不能將所有物質都100%利用。再加上空間站的各種設備每年都會有損耗，所以要想維持空間站運行，就得不停從外界補充物資，像是金屬和礦物，還有石油和水，這些都要人開拖船去地表上運回來。你說到表了，所以你是想着讓我開拖船去地球？問題是我不會啊。這你放心，科技永遠都是朝更簡單和更便利發展的，所以開拖船相比開汽車，絕對是只會更簡單。等你上了拖船，聽人一教，基本上就都能會了。那你這樣幫我，我需要付出什麼呢？開拖船去地球的名額應該不好弄吧？拖船的名額也算不上多珍貴吧？畢竟這工作做也撈不到多少油水，除非你運氣特別好，剛好在地表撿到了一些值錢的東西，但這種情況概率比較小。至於說為什麼要幫你，那還不是因為看中你潛力。反正我們負責幫你弄拖船名額，然後你加入我們分離會，怎麼樣？先不急，我想問下，在有復活術的情況下，人類還一直待在空間站，那說明地球上肯定是有危險的。所以我去了地表之後，是不是要防着點什麼？地球上有種叫梟弩哨兵的怪物，用4足爬行，都覆蓋有黑顏色的甲甲，然後一般只会在晚上的時候出現，白天就基本看不到它们了。那这种怪物要怎么对付？对付不了，就和你见到的几张水母一样，香苏哨兵也是复活术后莫名出现的，他们的战斗力很强很强，哪怕是激光武器也很难伤到他们，除非提前在某个地点部署战略级冲击波发射器，否则遇到了那些怪物就只能跑。当然了，逃跑的前提是你得接受过改造手术，不然就只是普通人的话，不可能跑得过那些怪物。至于拖船的名額，我們倒是能隨時幫你弄到，但改造手術就得趕巧趕時間了，不是你想什麼時候開始都可以的，所以你最好是提前給我們個答覆，這樣我們也好幫你安排。你就不能給我弄台機械動力裝甲嗎？那改造手術我有點不太能接受，弄不了一點兒。拖船的載貨量本來就沒多少，如果非要硬塞進去一台機甲，那就基本沒地方用來裝物資了。所以拖船的駕駛員一般都是改造人，沒誰說帶機甲下去的。怎麼，你該不會是怕手術之後的幻痛吧？我記得你復活到空間站的時候，不是拿了 S 的評價分嗎？怎麼連個手術都不敢了？為獲得足夠多的重視，我覺得此刻有必要向對方展露部分底牌。於是我索性整了根鐵管，當着西裝男的面運使體內靈力，竟硬生生將手中鐵管給擰成了麻花。你這超能力嗎？你天生的，還是說經過了後天鍛鍊的？兩者都有吧。總之我各方面身體素質都要比普通人強很多。怪不得你那天晚上從那麼高地方跳下來都沒事。所以說我打算在不進行改造手術的情況下直接到地表去，沒問題吧？我不知道，你這情況太重要了，我得先回去跟其他人商量下，然後才能給你準確回法。不過你放心，這事兒我只跟分離會的幾個核心成員討論，不會泄露你秘密的。能給個準確時間嗎？你們討論具體要多久？然後拖船又多久能準備好？1個月之內，1個月之內我肯定給你安排好，這樣可以嗎？可以，那就一言為定。一言為定。謝先生，經討論，分離會的眾核心成員們全都表示願意花大代價去重點培養你，這其中包括為你提供所需資源。若你因意外死亡，還會將你安排到優先復活排隊。除此之外，前往地表一事也已安排妥當。半個月後，您將乘編號為006的 C1 型拖船前往地表。好的，知道了。
這是我們的人花了大代價搞到的无线耳麦。你带着这个去到地球之后，就能跟我们一直保持联絡了。到了地表，有2個任務必須要完成。首先是我們的任務，你需要畫出對應的幾何圖案，用復活術把我們指定的人復活。至於究竟要復活誰，等到了地表，我們自然會告訴你。然後就是空間站的任務了。你登陸的位置，其地底含有大量的軸心石，這種石頭表面呈棕黃色，黃裡面還帶點綠，很好認。我們已經把對照發你拖船上了，到時候你直接用拖船上的鑽頭開採就行。這礦石你是能裝多少裝多少，如果拖船沒能裝滿的話，剩下的空間就都用來裝水。不過到了地表有2個地方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去的，這一點你一定要記住。哪2個地方？第一個地方就是過去的城市遺址，因為塔監獄基本都建在城市遺址上，那片區域有很多偉人在活動，你過去了基本就是找死。所以你要是看到高塔了，只管躲遠點就好。至於第2個地方嘛，就是很大一坨看着和人類腦子有點像的形套核心，你遇着了也一樣要躲遠點。因為我之前說的西努哨兵白天的時候就都待在那西努核心裡邊。明白。既然已簽下契約，那就看看這所謂的分離會到底在謀劃些什麼。